我们时常听到卡路里，这个曲奇里有多少卡路里？100个开合跳能燃烧多少卡路里？长跑呢？或者扭动几分钟？那到底什么是卡路里呢？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卡路里？卡路里能够跟踪身体能量收支。当我们摄入和消耗的能量相当的时候，就达到了健康的平衡。如果我们摄入的能量远远高于身体消耗的能量，多出的部分会渐渐转化为脂肪，储存在细胞内，然后我们就变胖了。如果我们燃烧的能量比存入的多，我们就会减少体重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测量我们消耗使用的能量。于是我们用卡路里来测量。我们在食物中测量的1卡路里，也称为1个大卡路里。它被定义为让1000克水温度升温1摄氏度所需的能量。我们吸收的所有东西，通过测量它化学键里储存的能量，都能用卡路里衡量。每块披萨含有272卡路里，面包含有78卡路里，苹果有大概52卡路里。能量在消化过程中释放，储存在其他的分子中，在身体需要的时候转化为能够消耗的能量。能量有3种消耗方式，10%左右用于消化，20%左右满足身体活动消耗，而最大的一部分占约70%，是用来支持我们器官和机体组织的基本功能运作。第3个用处对应基础代谢率，表示你不吃不喝不活动的情况下生存所需的卡路里量。考虑物理活动和消化的因素，那就得出了官方指南中所说一般人每天所需的卡路里量。女性需要2000卡路里，男性则需要2500。这些数据是基于平均的体重、活动量、肌肉量估计得来的。难道每人每天都要2000卡路里吗？并不一定。如果你从事消耗量巨大的活动，像是环法自行车赛，你的身体每天能消耗高至9000卡路里。孕妇所需的卡路里也比普通人多一些。老人通常有较慢的新陈代谢率，能量消耗更慢，所需的更少。然而你在开始计算卡路里前，应该了解一些事。营养成分表上标注的卡路里含量是指这些食物自身所含有的能量，并不是你能从中获得的能量。像是芹菜和全麦这样的纤维食物，需要更多的能量去消化，因此你从含100卡路里的芹菜中真正能摄取的能量是少于含100卡路里的薯片的。同时，有些食物提供营养物质，像是蛋白质和维他命，而其他的一些食物提供很少的营养价值。吃太多的这类食物会让你体重超重，并且营养不良。即使是同样的食物，不同的人摄取到的卡路里也是不同的。因为个体差异，比如酶水平、肠道细菌，甚至是肠子的长度，都能令每个个体从食物中提取能量的能力产生少许差异。因此，卡路里是有用的能量测量指标，但如果想要准确知道我们所需多少卡路里，我们要考虑活动量、食物种类和我们身体摄取能量的能力。快去看看营养成分表吧。确保您订阅了这个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学习新鲜玩意儿的机会。